纪元7年，一场蝗灾席卷齐国，导致农田颗粒无收，70%百姓活活饿死，甚至出现了吃人的惨剧。阿娘，我饿。嫂子，这是我剩下的给希儿的，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滚开！老娘都快饿死了，谁管你那个赔钱货？不要抢，这是给希儿的。贝来了，你放贝来了！别跑！不错，还有小孩子，小孩子的肉最嫩了。大哥，我把首饰都给你们，放过我们吧。城里连老鼠都吃空，要首饰有他妈什么用？粮食才是价值千金。想要我饶你们的性命，就拿粮食来换。如今100两黄金都买不到1斗粮食，我实在弄不到，求求你们，高抬贵手吧，求求你们！没有粮食就少废话！希儿，这个女人虽然肉糙一点，带回去也能让兄弟们填饱肚子。带走。希儿。蝗灾、缺粮、吃人，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因为这是你将来的经历。是。你梦中所遭遇的蝗灾，3天之后就会降临，无赐你无限容量的空间。愿你利用此神器，保全自身的同时，也能济世救人。难道还真的有随身空间？有点意思。蝗灾还有3天，幸好一切还来得及。我多分点家产怎么了？乡里那个生不出儿子的废物，凭什么跟我抢？大夫人，老爷临终前说了，大房和二房平分家产，当时你也答应了呀，怎么现在可以出尔反尔了呢？就凭我儿子是楚家唯一的香火，银钱我要拿走80%，否则分家的事儿免谈。
像你这种恶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好，钱可以给你，但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要给我。夫人，江里要这么多粮食干什么？难道要拿去卖？他真是个傻子。如今家家户户都有存粮，他卖给谁啊？再说了，他拿这么多粮食放哪？夫人，您别犯傻呀！我大齐农耕发达，粮食可不值钱。放心，马上就值钱了。这粮食都给你了，那我岂不是亏了？除非你分文不要，并且把你们二房的财产都给我，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成交，但你需要签字画押，免得你将来后悔。你真是失心疯了吧！我如今金银无数，什么都能买到，用得着来抢你那堆没有用的粮食？白河，去写字据。是。夫人，一旦立了字据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这些都是我的了。走，白河，我们去叫人来搬。完了完了，都完了。放心，他们全完了，我们都不会完。我去趟粮仓。楚家存粮怎么这么少？不过也够我和希儿吃一阵儿了。薛儿柔，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把家产都留给你吧？空间开。地契。这个宅子应该值不少钱吧？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00两。这套宅子就归你了。江离，你个败家娘们，竟然主动把家产都让给老大他们家了，老子非打死你不可！你敢打我女儿？子谦，子谦，滚！带上你这赔钱丫头，赶快滚！子谦，这个不要看我，我走我们死路一条啊！滚啊！子谦，我怎么可以？能不能把希儿来？他吃的不多的。子谦，老子自身难保，哪里还管得了你们？滚啊！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子谦。你这种人渣，就活该在蝗灾中活活饿死。蝗灾？江离，你脑子有病吧？蝗灾？哪有蝗灾？什么蝗灾？蝗灾在哪儿？你脑袋被蝗虫给吃了？
你爱信不信，反正你的死活与我无关了。等等，你不想再被我关到狗笼里饿几天的话，就乖乖的给我把和离书签了。有些黄脸婆注定留不住男人，就认命吧。哎呀，这不是徐记米行徐老板的独生女吗？算你有点眼色，只有晚秋这样的富贵人家才配得上我。你识相的，滚远点儿！要我让位？好说，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我要你徐记米行所有的库存。现在还没到收稻谷的时候，仓库里都是陈米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你该不会还在幻想什么蝗灾好囤粮食吧？你就说答不答应了？我答应。你拿走的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陈米，今年是个丰收年，到时候新米收上来，我反而要感谢你帮我清理库存呢。来，喝点水，小心烫。我江离今日正式休夫。他真的分得不清了。还有，小七我也要带走。带走就带走，一个赔钱丫头有什么好的？反正晚秋肯定会给我生出儿子的。你确定不后悔？等蝗灾来临，可别跪下来求我啊！我要是后悔，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，给你当成球，让你踢走。滚滚滚！好主意，小李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小贱人，你竟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偷走了！哎，打住！捉贼捉赃，你说是我偷的，证据呢？你肯定都搬回房间了，让开，我要进去搜。若你没搜到，就跪下给我道歉。等我把你的赃物翻出来，我一定把你的脏手剁了喂狗。磕头吧。房间里没有，不代表你没偷。把我东西还给我。这宅子不错，你们现在就搬走吧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是我家啊！你让我们搬走？这套宅子已经卖给我了，银子我已经一次性付清了。你们再不搬出去，我就要叫人请你们出去了。什么？江离，你竟然敢卖祖宅！别想跑，快点收拾东西，跟我滚出去！出此前，被赶出家门的滋味，你也该尝尝了。哼！江离，你给我回来！江离！不错，这房子挺气派，这下主家人就找不到我了。阿娘，他们说这房子闹鬼，小害怕。啊，所以才卖这么便宜嘛。
你放心，阿娘会保护你的。而且你看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？闭嘴，在那边。希儿，阿娘给你变个戏法，好不好？谢。哇，阿良，这就是大变活人吗？没错，但这个秘密只能我们2个人知道哦。你们去那边搜，你给我过来。希儿，你先进去。是你们？是你们？什么你们？老子问你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男人？我不和畜生说话。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跟爷说话！我，鬼呀！有鬼啊！哎，喂，你没事吧？还得囤点蔬菜和肉，反正放空间里又不会坏。对了，还有药材。不过蝗灾马上就要来了，一家一家去收根本来不及。要是大家能主动送来就好。有了。走过路过都来看看，珠宝首饰换菜换药材了，不要错过啊！鸡蛋能放吗？可以可以。这可是芳华斋的耳坠子，价值几十两，你就用来换1篮子鸡蛋，岂不是血亏？蝗灾后多少金银都换不来这1篮鸡蛋，光这1篮鸡蛋确实亏了，但若再加上10只鸡就够了，还是要给他们留一点的。这个耳环至少能换300只鸡，他爸不是脑子有病吧？成交，我家里有的是鸡鸭牛羊。没问题。你看我这个菜怎么样？都是自家地里种的。都要都要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，你们有的我全部都要。那我们做鸡鸭去。没问题。鸡鸭牛羊各种食材都囤够了，我可真是个小天才。江离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好端端的在这里糟蹋首饰做什么？阿娘，小溪已经饿晕好几次了，求求您给他一口吃的吧。粮食都给你弟弟，你已经是泼出去的水，他又不姓江，关我屁事。原来是娘亲啊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跟我去楚家道歉。楚家这么好的婆家，你作什么死啊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先知吗？说好的蝗虫降世呢？我怎么连蝗虫的影子都没看见呀？你被楚家扫地出门，现在沦落到只能用首饰换这些不值钱的鸡蛋了。不像我，绫罗绸缎、金银玉器应有尽有。那还真是恭喜你了。
等蝗灾来临，你这一身绫罗绸缎都换不了一个鸡蛋。江夫人，你快把他领回去，找个郎中给他看看脑子，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惹人笑话。哎，你不是说蝗灾将士要囤粮食吗？那这个你要不要？这可是狗吃剩下的。江离，你该不会真的想要吧？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？我敢打赌，将来还会抢着要。他脑子有病。可惜你要失望了，我这辈子注定是吃不完山珍海味呢。别发疯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，我带你去看郎中。你爱信不信，我先走了。江离，还说没偷我首饰，这就是我的单子。反正等蝗灾来临，今天还没这个鸡蛋值钱呢。这个给你了。你少在这胡编乱造。你这个贱人，以为编个蝗灾的谎言就能混过去了吗？我的首饰呢？还给我！抢走别人赖以为生的东西不是你的拿手好戏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既然你还不上我的首饰，那就用你的命来偿还。把这贱人给我打死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蝗虫！蝗灾来了！这可是狗吃剩下的。江离，你该不会真的想要吧？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？我敢打赌，将来还会抢着要。他脑子有病。可惜你要失望了，我这辈子注定是吃不完山珍海味呢。别发疯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，我带你去看郎中。你爱信不信，我先走了。江离，还说没偷我首饰，这就是我的单子。反正等蝗灾来临，今天还没这个鸡蛋值钱呢。这个给你了。你少在这胡编乱造。你这个贱人，以为编个蝗灾的谎言就能混过去了吗？我的首饰呢？还给我！抢走别人赖以为生的东西不是你的拿手好戏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既然你还不上我的首饰，那就用你的命来偿还。把这贱人给我打死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蝗虫？怎么这么多的蝗虫啊？难道江离说的是真的？蝗灾将士，天要亡我大齐！别胡说，朝廷肯定会派人来治理，蝗灾持续不了很久，我们楚家靠着存粮，熬也能熬过去。哎呀，你忘了吗？楚家的粮食都被江离给带走了。那又如何？我楚家家财万贯，就算买粮食，全家也能过得很好。
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子乾，我定会好好教训江离那个不知好歹的贱坯子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他迁了我们江家。这小伙子身材还挺好嘛，我救了你命，吃你点豆腐，不过分吧？蝗灾真的降临了，还好我做足了准备，这次我和希儿一定能活下去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蝗虫！蝗灾来了！蝗虫？怎么这么多的蝗虫啊？难道江离说的是真的？蝗灾降世，天要亡我大齐！别胡说，朝廷肯定会派人来治理，蝗灾持续不了很久的。我们楚家靠着存粮，熬也能熬过去。阿姨，你忘了吗？楚家的粮食都被江离给带走了。那又如何？我楚家家财万贯，就算买粮食，全家也能过得很好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子乾，我定会好好教训江离那个不知好歹的贱坯子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他迁了我们江家。这小伙子身材还挺好嘛，我救了你命，吃你点豆腐，不过分吧？蝗灾真的降临了，还好我做足了准备，这次我和希儿一定能活下去。难道他早就预知有此灾难了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蝗虫也太吓人了，短短3天就把所有的农田全吃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得等死。谁让你掉钱眼里，把楚家的粮食都给江离了呢？说的好像你们在他手里似的。你徐家那么多粮食，
不也白白送给他了吗？你，哎呀，别吵吵了，现在吵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能变出粮食来吗？楚郎，大齐从未有过蝗灾，现在官府对这些蝗虫束手无策，而且市面上也买不到粮食了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江离拿走楚家和徐家的粮食，他一个人能吃得了多少？你的意思是去抢江离的粮食？可是我已经跟他立了字据了，说好楚家的粮食都归他了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把江离的粮食给抢过来。来，希儿，你吃这个，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谢谢阿娘，你也多吃点。我看你每天都不怎么出门，你的这些粮食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吃你的吧，不该你打听的事儿少打听。话说你还要在我家赖多久？哎呀，疼疼疼！哎呀，伤口又开始疼了。哎呀，好疼呀！哎呀，谢叔叔，你吃这个，伤口才好得快。你这小丫头片子，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谢谢小谢，你可比有些人有良心多了。想小孩子的东西，您还挺乐意啊。你来历不明，身上还带着箭伤，我可不敢收留你。既然你现在能走了，还是早点离开吧。我的粮食也只够我和希儿吃了。你就这么对待伤患呀？我可是阿离，阿离，吃饭呢？看来我来的真的是巧啊！小希，还不快去给祖母拿碗筷来？嘿嘿，我自己去拿，自己去拿。喂，祖母，你吃饱了吗？饿了好多天了，总算是吃了顿饱饭。阿离，还是你有远见，你肯定囤了不少吃的吧？待会儿给阿娘带点吧。好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江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人子女，奉养亲娘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那为人父母，在儿女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，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当初若不是你袖手旁观，我希儿也不至于落得那么个凄惨的下场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你亲娘。想要粮食，好啊，只要你做到一件事。你说，只要你给我粮食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的伤口需要敷药的，回房吧。希儿，把眼睛闭上，双手捂住耳朵。阿娘没有要你放下来，你就别动，好不好？阿娘要和希儿玩游戏吗？好耶！阿离，你要我做点什么事啊？我要你跪下，给希儿磕3个响头。你说什么？江离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不是说只要给你粮食，什么要求都能答应吗？我不就是前几天不相信你吗？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？3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你信不信我告到官府，说你欺辱亲娘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2，
这世上哪有长辈跪小辈的？你也不怕折他的手？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走吧。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江离，你竟然这么欺负你亲娘，迟早老天降个雷，劈死你！哇，我好害怕。那我得在雷劈下来之前去吃顿好吃的，免得当饿死鬼就不好了。你哈哈！这老天还有没有天理呀？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就赶你走。你，江离，你。阿娘，这算什么游戏？这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游戏。乍都忘了，还有2个畜生没料理呢。饿呀！臭娘们儿，放老子出去！还有力气骂我，看来还不是很饿嘛。你到底是哪条道上的？我们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将我们关在这里？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你们今天所受的苦，都是你们自己做下的孽。臭娘们儿，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！老子问你，你跟那个姓谢的是不是一伙的？谢征来历成谜，现在这个乱世，我还是小心一点好。我一天只给你们半个馒头，肚子饿不饿？你既吊着我们一条命，说明有所求。说吧。聪明人，我问你们，知道那个姓谢的是谁吗？谁先说，这个馒头就归谁了。老子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接到命令要取他的人头。既然你们如此没用，那今天还是饿着吧。等等，我听说他是王城来的大人物，求求你把馒头给我吧，我真的饿得不行了。王城来的，也算是多了一条线索。给我，你给我讲，就是这儿。不错，江离现在就住在这儿，想必他从楚家和徐家带走的粮食也在这里。楚郎，人家肚子真的好饿的，你一定要把粮食拿回来哦。就是，你在家可放过狠话了啊！一定要给江离一点颜色看看。他江离在我面前就是一条哈巴狗，如果他不交出粮食，我就让他好看。走，江儿，离儿，阿离，为夫当时没相信你是为夫的错，但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看你有那么多粮食，给为夫一点呗。这就是你说的要他好看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？是。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身后这位才是你的正妻吧？你这样置他于何地啊？你这是在吃醋吗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放心，我立马将他赶出去。以后你阿离就是我唯一的妻子了。楚子乾，你个王八蛋！
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像一条狗一样跟在我身边摇尾巴的吗？都是你个贱人勾引我的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怎么会不要这么好的夫人呢？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江离不会生儿子，害你被人耻笑，他也不懂风情，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悔改了，而且咱俩以后还得好好过日子呢，不是？你到底是希儿的父亲？哎呦，弟妹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错了，那我就把粮食分你们一点。既然你们都知道错了，那我就把粮食分你们一点。哎呦，弟妹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。那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好你个杀千刀的软蛋，狠话说的跟真的是，结果一看到他就什么都忘了。我还，跟我走这么近，不给我粮食怎么办？你就是个孬种，老娘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哼，谁让你没本事呢？非但不能像江离那样囤粮食，还傻的把自己粮食都送出去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样舔江离的脚底板，他能施舍你们多少粮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里物资也不多，能给你们的就只有这一点。江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打发叫花子呢？臭娘们，你玩我们呢？就是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你拿这么点米，够谁分啊？啊，原来你们都不想要啊！本来我还想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给你们一点米的，不过既然你们都不想要，那算了。哎，别走，我们要。哎呦，弟妹，你别生气，你知道的，我家里还有个6岁的儿子，他已经饿了1天了。你看在他叫你一声叔母的份上，就再多给一点米吧。阿离，我可是你的夫君啊，而且我们和大房早就分家了，你要给粮食也是给我啊。给我！哎！江离，你别信他们的，他们在背后骂你骂的可难听了。只要你把米给我，以后我就跟你站一边了啊！哎，让开！给我！好，你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样吧，我把米放到地上，谁先抢到就归谁了。鸟蛋，走开！这样，走开！让开！别抢！让开！但凡你们当时不把事做得这么绝，我也不会有如此幸福。你们慢慢抢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慢，江离，那些粮食每一粒都是楚家的，你凭什么选霸占？江离，你今天要是不交出粮食，我们就关府剑。去啊！你怎么不去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你自己签下了字据，楚家的粮食都归我，就算上了公堂，你也无话可说。江离，现在粮食这么短缺，你就这么自私，一点情分都不顾了吗？自私？你情分？滚！带上你这赔钱丫头，赶快滚！你们不配跟我提这几个字。蝗灾看来还有好几个月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走，我们去把粮食全搬走。刀剑无眼，你若敢继续放肆，小心小命不保。江离，
好你个荡妇啊！难怪你如此嚣张，原来是在这里养着野男人啊！既然嘴巴这么不干净，谢护院，你就给他割了。谢护院。别，我马上就走了。知道怕了，就别再来我家撒野。我家这位护院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主。是。哎，江离这个毒妇，竟然只给我们1多米！毒妇啊你！臭毒妇！竟然只给我们1多米！现在反应过来了，他就是想戏弄我们，怕我们出丑。你刚才卑躬屈膝的，正中他下怀。不出这口气，我就不姓苏。唉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把粮食放在哪儿，而且他身边还有个武艺高强的护院。哎呀，我们能怎么办？哼，粮食肯定就藏在他的宅子里。至于那个护院，就算他武功再高强，也拦不住几10个人吧。等我拿到粮食，不活刮了江离，能消我心头这口恶气。我暂时与你合作，等大功告成那天，再除掉你，一雪今日之耻。他们今天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一定会想办法报复我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这个护院。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？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那我救你一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带上10个会武功的兄弟来报答我？方才我也救了你一次，我们两清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来算算账。你在我这里又吃又住的，我收你10斗粮食，不过分吧？给粮。你倒是会坐地起价，粮食哎，没有，但会武功的兄弟我多的是，你等着。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高手。哎，怎么样？外面的10几个兄弟也要叫进来给你看看吗？哎，不用，我全都要了。我用粮食当酬金，只要你们守好我这宅子的平安，我保证你们不用挨饿。遵命。那谢胡远，这些人就交给你训练啦。护院，主子你……护院，主子你……肘子，你想吃肘子了是吧？你放心，只要跟着江娘子，肘子应有尽有。我一定不负江娘子所托。以为我没听到啊，把我当傻子呢。今晚就吃炖肘子。什么肘子？主子，王城那边还是没有旨意下来吗？没有，属下还听说不少灾民前往王城逃难，但皇上下旨关闭城门，那些灾民也只能自生自灭了。这蝗灾都半个月了，
至今都没有开仓放粮的旨意，又没有消灭蝗虫的方法，百姓何其苦难！主子，如今蝗虫越来越严重，天下迟早大乱。昏君无道，您何不取而代之？昏君无道，您何不取而代之？放肆！先帝临终前交代我要好好辅佐皇上，我怎可背叛皇上？岂非乱臣贼子？主子，皇上如今羽翼渐丰，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您，否则查官员贪赃枉法这种小事，何须您亲自出马？况且您是私密出行，可为何一出王城就遭到好几次劫杀？明明是皇上想借刀杀人！住口！皇上想要专权，也是理所应当。我谢家世代忠于大齐，我绝不会因为个人恩怨，就将百姓陷于水火之中。主子，如今恶殍遍野，生灵涂炭，您是忠于皇上的大旗，还是忠于百姓的大旗？您是忠于皇上的大旗，还是忠于百姓的大旗？够了，你不必再劝了。主子，既然王臣还没有旨意下来，那我也只能先斩后奏。你拿着我的信物，前往本城太守府，要求他们尽快开仓放粮。那您这不是刚好给皇上拿您开刀的借口吗？我谢征只求无愧于先帝所托，无愧于百姓。若您在那个位置上，一定能给天下一个海晏和庆。真是造化弄人。闲话就不必多说了。对了，你派人日夜好生保护着江娘子，我总有种预感，她能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。属下遵命。蝗灾已经半个月了，但官府毫无作为，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这些穷苦百姓。娘一滴奶都没有了，喝吧，喝就不饿了啊！娃，你怎么不动了啊？愿你利用此神器，保全自身的同时，也能济世救人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真的要当这个救世主吗？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真的要当这个救世主吗？苍天啊，你看看这世道吧！别被别人看到了，快吃吧。不了，我的儿都没了，我还吃什么？你别放弃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你救得了我今天，救不了我明天，救得了我一个人，救不了这满城的人。算了吧，反正我全家死的只剩我一个了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有吃的，有吃的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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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间炼狱，大概就是这样了吧。这是我的，你滚开！给我！你给我！这是我的，滚开！这是我的。反正他已经死了，还不如给我，还能多救几个人，大不了到时候分那块最大的肉。你是畜生吗？我的孩子都已经死了，你居然还不放过他！
就算要饿死，也不能泯灭人性吧？别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滚开！再管闲事，老子连你一起杀！听说之前有个女人一直嚷嚷着有蝗灾，还换了不少好东西，看你不像挨饿的样子，那个女人就是你吧？完了，我多此一举干什么？只要拿下你，我就有粮食了。欺负妇孺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满口大道理，大道理能让人不饿肚子吗？能变出粮食来吗？天道不公，那些青天大老爷以民之名高为师，我们却只能等死。来，快吃！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要不要救城中的百姓？可是救了他们，也许我和希儿就活不下去了。毕竟我的粮食，在满城的百姓面前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人活一世，只求无愧于心。若你能救，却不救，纵然能长命百岁，也会每日良心不安的吧？既如此，就让我当这个救世主吧。你要办个施粥棚？难道你有粮食？可是我的粮食估计撑不了1个月，城中死了那么多人，那些狗官是没长眼睛吗？我迟早要把那些尸位素餐的贪官全部凌迟处死。你先别吹牛了，帮我想想怎么施粥救人吧。怎么样？这算不算我们心有灵犀？治灾细则：在空旷场地设粥棚，一日提供2餐，只限老幼妇孺可领取，成年男子需用劳动换取。不懂？切，少看不起人了。一来是民怨容易生变，给男人找点事做，他们就不会闹事了；二来也可以排除掉好吃懒做之人，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些绝不是普通家庭能教出来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但是我身份特殊，你一定要保密。其实我是专门来帮你的天神。有病就是治，无聊。没想到民间女子中也能有如此见识的。施粥救人终究是治标不治本，最重要是怎么消灭蝗虫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我在想怎么杀那些蝗虫呢。是啊，这大启从未有过蝗灾，所以这次才被杀了个措手不及。首先，虫子肯定怕火，用烟熏或者火烧都是可行的。还有，我们可以组织人用网捕捉蝗虫，捕得多的人可以来找我换粮食，怎么样？甚好。
你这是做什么？江娘子大义，此举不知道能救多少百姓，我替他们先行谢过。你先别谢得那么早，这些方法我都还不知道可不可行呢。对了，城中死去的百姓要尽早火化，免得引起瘟疫。这怎么可以？老百姓讲究的是入土为安，若是火化了，岂不是再也不能投胎转世了？是活着的人更重要，还是死人更重要？好，我立刻派人去办。你让秦鹤带人去做吧，我先去熬粥了。你这粥熬的也太稀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如果在我这里喝粥就可以饱腹，那些家里还有点余粮的人就也会过来，而真正缺这一口的人就吃不到了。所以在官府开仓放粮前，我只要保住百姓的命就行了。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灾荒年间，百姓只能靠着一口薄粥活命，民生多艰。我今日才算是知道了。说的你是什么高门大户一样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等时机到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过来，别挤，都有，大家都有。哎，别挤，别挤，慢点，慢点。多谢夫人，多谢郎君，朝廷一定会保佑两位白头偕老的。哎，我跟他不是。借你吉言啊！真是最毒妇人心啊！我这伤口还未痊愈，你真不怕把我砸死啊？你还没见过更毒的呢！再敢胡说八道占我便宜，我要你好看！我让你前去太守府开仓放粮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苏太守接到您的旨意后，立马打开仓库，但是仓库粮食不足3担，能分到百姓手里的聊胜于无。这怎么可能？大齐向来风调雨顺，粮食年年丰收，绝对不止3担之数。难道是苏太守监守自盗，把官粮私下卖掉了？这种掉脑袋的事他也敢做，可见其中利益有多大。求财本是人之常情，可他不该把手伸到国库里。他知道主子您来了，吓得魂飞魄散的，属下还以为苏太守贪污是皇上支开您的借口，没想到还真的抓到一只硕鼠。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此事还需要实证。主子，我这么好的武功，您就用来去偷东西，不太好吧？是，属下马上就去办。等等，那个姓苏的肯定会想法子补上国库的空缺。这样，你派人好生的保护着江娘子。您对江娘子还真好。主子，您该不会对江娘子……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交代的事情，速速去办。是。主子从来不在意哪个女人，可刚才我提起江娘子，她却没否认。这要是真的，我就完了，我会被老夫人削成地瓜的。这个江离家里真的有粮食？我绝不敢欺瞒大人。江离离开楚家时，偷偷将我家的粮食都带走。江离，你就算再大胆，也不敢和太守对抗吧？本官定会为你做主。大人，到时候我愿意将7成粮食献给您。您看我如此忠心的份上，给我3成。好说好说。没想到谢真突然杀了过来，如今
只能拿这个江离开刀了。江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见到太守大人还不下跪？哎，不必拘礼。本官今日叫你来，为的是捐粮一事。大人明鉴，我手里已经快没有粮食了。你少在这装傻！你从楚家拿了那么多粮食，怎么还会缺粮？我每天施粥，全城百姓都看在眼里，粮食马上就要用完了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让我搜。请便。你确定他有粮吗？即便江离每日施粥，也不可能用光所有的粮食，他必定是藏起来了。我的确是藏起来了，但你就算把房子翻过来，也找不到。等我搜出来，有你好果子吃！哼！如何？搜到了吗？没搜到，不能说明你没有粮食。大人，您说呢？江离，本官并不是要用权势压迫你，只是如今蝗灾之下，民不聊生。你既然有粮食，就应该拿出来，与大家一起共度难关。对，共度难关。方才处死前已经搜过，确认没有粮食。大人如若不信，可以继续差人来搜。江离，你怎么说的？大人好像要抢你粮食一样。大人是纡尊降贵，好心劝你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城中百姓饿死无数，大人与其在这为难小女，不如想想该怎么治理蝗灾吧。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本官说话！大人，江离如此不敬您，你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呀！你既然自寻死路，就别怪本官无情了。苏大人，好大的官威呀！哼，你又是谁？大人，他就是江离的奸夫，说不定就是他煽动江离，带走我属下所有的粮食，否则就凭江离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周密的计划？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本官就把他们全部下狱。什么时候交出粮食，什么时候出狱。苏大人，你如此草菅人命，怕是不妥吧？哼，你一介布衣，居然敢这么跟本官说话，倒是有点胆子。那还是比不上你胆大包天。我问你，为何粮仓中的官粮不足3担？粮食呢？你这样跟他说话，不怕死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启元3年5月16，卖官粮100担，得4500钱。启元3年8月13，卖官粮150担，得6000钱。苏大人，短短3个月，你就偷卖官粮近300担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呀？这都是栽赃陷害！哦，是吗？这可是从你的密室里搜出来的，我倒得谢谢你，写的这么清楚。将来回了王城，自己去和皇上解释吧。我那当朝天子的表舅，谁能动我？别人或许不敢，但我却没什么不敢的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底下敢杀皇亲国戚的，还有谁？你是谢真？谢真？当朝摄政王，人生欲灭阎罗的谢真？不错，正是本王。你如今死个明白，将来阎王殿尽管去报本王的名字。秦鹤，来，将这贪官拿下，绑在闹市前，将他活活饿死。他贪走了百姓这么多救命粮，如今也算是对百姓有个交代。是。傻了？你既然是摄政王，怎么，我不像吗？你开心就好。累死我了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江离，江离！主子，药好了。江娘子也算是奇女子了，凭一己之力救了城中大半百姓的命，如今蝗虫也灭了大半，百姓都说要给她立庙呢。结果就是她把自己累病了。大夫说她没事儿，吃几剂药就好了，但她现在昏睡着。主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属下斗胆问一句，主子对江娘子是否已经动心了？主子，我知道江娘子救济灾民，品行高洁，但您的正妻绝不能是生过孩子的女子啊！我何尝不知道，只是感情的事儿，谁又能控制呢？若是女子也能决定自己的婚姻，和离后可自由再嫁，不必受人白眼就好了。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主子，等蝗灾结束，您就回王城，就将江娘子当成您的一个过客吧。主子，楚子乾死了，怎么回事？如今粮食紧缺，有些人落草为寇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楚家这种人家。楚子乾和他的大嫂都死在土匪手里了。知道了，江娘子的身体还没有好，没必要告诉她。是。果然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杜甫也关着我们，每天用一个馒头吊着我们的命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吧！很饿吗？是不是很想吃东西？是不是只要有口吃的，什么人性都可以不要？老子要是能动，一定剥了你的皮，吃了你的肉。很好，看到你们还是这么没人性。
那我也可以减少一点负罪感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很饿吗？你前面不就是肉啊？去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别怪我了。吃饱了，不饿了，不饿了，吃饱了。还有小孩子，小孩子的肉最嫩了。这个女人虽然肉糙一点，带回去也能让兄弟们填饱肚子。带走。丫还丫，你们也算不得冤。在江离和谢征的帮助下，蝗灾得到了有效控制。谢征也凭着过人的手腕，从周围省市调来了粮食。民间将两人奉若神明，交口称赞。主子，急报！前往王城逃难的灾民已经将皇宫包围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皇上如何了？皇上下令御林军镇守，灾民10死9伤。糊涂！这不是更加激起民怨了吗？收拾东西，即刻回王城。对了，给江娘子准备好马车。您要带江娘子回去？主子，你怎么知道她愿意跟你走？那就打晕了，带上马车。完蛋了，主子是来真的，我一定会被老夫人削成地瓜，然后蒸熟喂猪的。江娘子，我们即将回皇城，此番救灾，你出了大力，我定向皇上奏明你的功劳。到时候你想要什么赏赐都可以。难道江娘子还没起？糟了，不会又晕倒了吧？江娘子，江娘子，江娘子，失礼了。主子，看来江娘子已经离开了，您也动身回王城吧。她都没有跟我告别，甚至连只言片语都不愿意留给我。或许是江娘子知道你们身份悬殊，选择了离开，您就成全她的一片苦心吧。其实我是专门来帮你的天神。真是最毒妇人心啊！你还没见过更毒的脑，再敢胡说八道占我便宜，我要你好看！主子，走吧。阿娘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希儿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去找一个小山村住下来，好不好？可是谢叔叔说还要带希儿去王城看看，希儿还没有去过王城呢。希儿，
我们和谢叔叔不是一路人，总要分别的。好，阿娘在哪里，希儿就在哪里。谢正，此次一别，再也不见。江离，江离。谢真，你怎么来了？江离，上次秦鹤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？这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而我不过是生过孩子的残花败柳。而且女子不能二嫁，这些我都明白。江离，若我说我愿意为你创造一个女子也能自由婚嫁的时代呢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你值得。在灾情面前，多少人连基本的人性都不要了，只有你不顾生死救下了半城百姓。如果这都不值得我为你倾心，那还有何人值得？你身份尊贵，位高权重，若是和我在一起，你知道你将来要遭受多少非议吗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若是为了你，我也可以不顾他人的眼光。王城最是繁华的地方，现下竟如此冷清。蝗灾之后，百姓生活本就艰难，现在又起了战事，他们就更加不敢出门了。江山不论兴衰，受苦的都是这些百姓。我发誓，绝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王八蛋！你们也是来抢粮食的吗？不得无礼！摄政王在此。您总算回来了，快点救救我们吧！起来说。本来王城受灾没那么严重，加上物资充足，倒也能熬过去。可逃难的灾民来了之后，城中就大乱了起来。难道没人管吗？那些当官的哪里会管我们？后来灾民和御林军打了起来，就多了很多抢粮食的土匪，甚至有些兵爷也浑水摸鱼，我们的日子也更难过了。抱歉，是本王回来晚了。听说王爷带人灭黄，还分配粮食，王城的百姓日日夜夜盼着您回来呢。快吃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谢征，若是在皇位上的是你，定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。你想害死我吗？这种话你也敢乱说？治世需明君，你有能力，而且懂得黎民疾苦，是明君之相。多谢夸奖，但这话以后不必再说了。走，我们先去皇宫安抚灾民。之前的粮食还剩下许多，到时候让秦鹤组织人分发下去。若不是实在没办法了，这些百姓也不想拿起刀剑。好，我立刻派人去接粮食。不用去接，我都带着呢。带着？我有个大秘密，但要以后才能告诉你。启元7年，摄政王谢征回到王城，
一边灭黄，一边赈灾，救治了无数百姓。大启皇帝死于民乱，临终前将皇位禅让给摄政王谢征。同年，谢征登基，力排众议，立江离为后。谢征执政期间，以仁爱治国，事事以百姓为先，受万民敬仰。皇后江离兴办女子学院，选拔女官，改革婚姻制度。帝后琴瑟和鸣，明君贤后，从此海晏河清，四海升平。